灵能支线透视，在支线关卡中，我们将会进行透视的考验。能够进入关卡的只有6位挑战者。灵能支线中，回答正确者将获得5枚灵光，将直接影响排名与晋级。回答错误者将会倒扣3枚灵光，面临被淘汰的可能。搞不好你们都获得5个灵光，就会瞬间有10个人都是5分，所以反而是现在4个灵光、3个灵光的人可能要紧张了。好，那我们就有请剩下目前坐着的老师们先离场，然后呢，由我们这6位挑战者进入到我们的灵能透视支线。神秘的灵能透视支线关卡之前呢，先来介绍一下本集的赞助厂商 Storyteller。那我超级爱他们家的招财吉祥小物哦。首先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超级可爱的诸事如意财糕糕。那这一款呢，非常适合送给生日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它的造型呢是结合生日蛋糕跟小猪铺马还有聚宝盆的概念。这一次也特别升级了外部采特殊喷金沙的工艺，永不氧化，也不需要额外做保养。那蛋糕的本体呢，用非常细致的拉花做装饰，蜡烛部分呢，居然设计成一个小钱币哦，寓意大家都能够生生富贵，日日进财。打开之后的这个小猪铺满呢，咬着钱币，里面还可以打开放入随和附上的5个纯黄铜钱币以及5颗纯黄铜仙桃。底座呢，当然就是他们家招牌的纯牛皮方形招财进宝皮垫。又到了 Storyteller 每年推出当年流年请愿生肖系列的时间。那这个超可爱的翁来蛇呢，是用金凤梨做主体，它表面呢是用金山来设计凤梨的纹路，几何切面呢，让凤梨在任何一个角度都会闪闪发亮。那凤梨在台湾的这个台语叫做翁来啊，寓意大家蛇年都能够好运旺旺来。里面呢还有超可爱的财运棒跟6颗金币一起放在底座的聚宝盆，感觉整个财运就满满了。金凤梨跟财运棒的敲击呢，会有一个非常清脆的黄铜声，除了寓意财运来之外呢，还有一种疗愈的感觉。那 Storyteller 的联名商品都有在大甲镇澜宫的协助下过滤过，每一款有不同的请愿诉求。各位如果喜欢的话，赶快手刀到下方的链接看看吧。好。各位挑战者们，欢迎来到灵能的支线透视。正如你们前面所看到的，我们现在呢有3个物体，然后这3个物体呢都被黑色的绒布所遮掩。里面有一个物体，它的灵力是特别强大的，那要让你们感应到。那这一次呢，我们直接邀请物体的主人来到现场，让你们来进行感应。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浩平老师，有请。哇，大家好，大家好。从小看到大的浩平老师，所以大家待会呢，总共会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你们想尽办法去感应它。然后一旦你们选定之后呢，就可以站到前面。在过程当中呢，你们不能跟浩平老师对话，但是你们可以感应他，也不能摸浩平老师，也不能摸这个物体，但你可以很近距离的。然后我们就倒数计时5分钟，开始。大家也可以讨论，就是可能选择的一样或不一样。我的母校台大的前校长李世成教授，他是不是有一个以手识字，对不对？所以这有点像是一个你看不到他，但是你可以去感应。所以我现在讲话也是让增加你们经由我的声音去感受。李世成李教授啊，因为他做了很长年的一个所谓高桥小妹妹。他们可以用手去放到一个指头折起来的，里面写了什么字，他可以让他的手来读出那个字，这点是给了我今天带这样东西的灵感。所以不只是说他们要猜或者感应哪一个是我的物品，我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个能量这么强的物品里面，能够感受到它是什么。时间剩下3分钟。
因为我本身有练过气功，练过气功的人都知道，对于气的感觉、气的能量，其实我们是很敏感的。我就用我的左手去侦测现场的每一个物件，其中有2个物件是黄铜制的艺术品，当然黄铜制的它比较不会有生命的能量在里面。我侦测到了一个有生命能量的物件的时候，我就试着感觉，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我认为浩平老师带来的应该就是这一件。我一开始就是觉得那我不要再相信我直觉，我先算牌，所以我就疯狂抽牌，但是我都先感应过一遍，然后我想说，我大概知道1跟3有可能其中一个是他的，但就是在反复抽牌确认之后，觉得应该不是，应该是1。我主要用的是塔罗牌，然后是用通灵的方式去连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因为在比赛的现场跟平常占卜的状况不太一样，里面有很多的能量，然后有一些被干扰的状态。那个时候在比赛过程中，我就是很快的去调整我自己的状态，然后并且加强做结界的部分，再去重新读取能量之后，就得到了很明确的指引跟方向，这样子。倒数30秒。好，时间到。今天我真的也很期待，看看他们可不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呈现。因为我看到有人用塔罗牌，有人用文王卦，也有人就凭直接的灵动的感应。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大家一起很公平的来观察和观摩。那我们就先从没有人选的开始揭晓。那我们要打开来咯，会不会是没有人选的？最后是浩平老师的？搞不好哦，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那就全部人都要被扣分了。来咯，1、2、3。浩平老师，这是你的吗？不是，这是一个什么龙龟？龙龟。龙龟，这是我们节目组准备的道具。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里面是什么吗？我们来问一下这个韩老师，韩老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物体？我感应到的东西是一个比较大的圆的，目前看起来这个比较符合，然后它是比较矮的。好，那黄老师，这个物品跟孩子成长的过程会有相关。好，那我们要来揭晓咯。会不会是这一个呢？其实我也是1跟3，对。但是我那时候在感知的时候，就是我感觉1是一坨很黑黑的能量，对。那我感知到3是比较有爱的，所以我后来才会选3。来咯，数到3，1、2、3。浩平老师，这是你的收藏物吗？也不是也不是爱斯基摩人的雕刻，这不是我的。他抱了一只海豹，故乡你有去过？对，我很喜欢，但这不是我的，这不是你的。明确的方向是知道要选哪一个，可是最后有一个那个蹊跷是，它全部都是用瓶子包起来的，所以这个会导致有一些误判跟包装的成分在里面。恭喜，已经恭喜你们4位。你们4位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感应得到是什么东西吗？感觉毛毛的，毛毛的。您呢？这是不是一个宗教的圣物？宗教的圣物是什么样的类型的圣物？可能是宗教里面他们祭祀或者他就感应到，因为你是感觉到毛毛的。还有呢？因为我看你是用塔罗，是不是？不是，这是文王卦。文王卦文王卦是算是特别东方的塔罗东方的奥修禅卡一样。是抽到什么卡让你觉得毛毛的？是我第一个感应它的毛毛的。因为我刚刚看你在那边，你也其实大家对不对？结果那边是什么卦呢？
它是圣卦，违者这个是鬼卦。鬼卦。对。那我们听听第三个，你怎么感应是什么东西？我先是抽塔罗牌，然后哦，你用塔罗。哦，刚刚你在问说是什么的时候，我看到是放射状的能量，然后感觉它有点尖尖的。尖尖的。对，尖的。我不是很确定到底长什么样。但是你有感受到一些能量。就是看到是放射状，但是我其实就是单纯想要用塔罗牌确定到底是哪个是浩平老师的东西。结果是怎么样让你确定我抽是哪一张牌？到的是命运之轮的正位，所以就是我很确定就是它。没错。对。好，最后。我这边是看到它就是散发的是蓝色的能量，然后我觉得比较是海岛，然后它的背景可能跟胜利有关，或者是胜利吗？战争胜利有关。对。那你怎么会感应到这个是跟我有关呢？最后我就抽卡确认是不是您的东西，然后它是战车牌的正位。好，那就请浩平老师你来掀开。掀开喽。好，这还蛮可怕的哦，而且你还真讲对，他是个鬼。浩平老师，这是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我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其他挑战者。来，刚刚有一个人讲说海岛，它不是海岛，但它是亚马逊河旁边。哇，所以它确实跟水有关。亚马逊河流经8个国家，只有在厄瓜多尔赤道旁边的这个民族，他们有这个习俗，就跟我们赛德克巴莱一样，是不是有猎手的人头的这样的习俗？但是他们呢，还会用亚马逊河的一种植物，一种草。所以刚刚讲放射状，也许是它产生一种放射状的能量，因为这种的情形，它是用一种特别的药草把它的人头缩小。所以你现在看到不但是真的人头，他的头发、眉毛、汗毛，甚至把头发拨开，你可以看到他穿的几个耳洞，跟印度教一样，他们一旦死亡立刻要火葬，而且火种是从嘴巴放进去，因为认为恶灵会从这边进到身体，所以他们也有这个习俗，这个是要挂在身上，所以里面掏空，然后缩小以后，嘴巴就要拿这个尖尖的把它插起来。怎么了？描述的太具体了，太具体了。这个好像不止电视不能放，可能连 YouTube 都不给放。不会吧？我这 YouTube 我都有拿出来过啊。好，谢谢。我告诉你，这个我为了这次再拿出来，刚刚才宣布我得到休斯顿国际影展的金奖，所以我说这个是带来很强的福气的。OK， 好，谢谢浩平老师，我们带来非常特别的收藏品，很高兴跟你们切磋。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4位挑战者，请到我们旁边的赛博荷官领取你们的0人的奖励。然后另外2位挑战者，很可惜，可能要请你们也一样是找赛博荷官，然后你们要缴出3枚这个灵光。好，谢谢。你看，它这个是有成长意义的。我觉得我很像常常都会被误导。我偏题了，因为主要的过程中，他是讲说谁的物品才是这个主人的，但是因为后来这个物品的主人他有在叙述说，哦，这个东西是有教育意义的，所以我变成选的是爱的那一边，我没有选择那个能量场跟物体能量是比较黑的那一边，这样子。答对的选手们可以各拿1叠，然后另外2位因为本来就没有灵光，所以不需要再缴回。恭喜耶，好棒哦！最后6位里面，我们看到有4位做了正确的选择。那么有一个就直接像他就是摸到了一个象的鼻子一样，就象的头。他说他感应到鬼，好，那果然是啊，那是一个鬼啊，非常具体的鬼啊。那另外一个说他感应到有很尖锐的东西，那的确他的嘴巴是被尖锐的几根竹签插下去缝起来的，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传统。所以我觉得说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应。那当然我更关心的是说你感应到是什么以外，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跟我有关联？这点你们做得很好。现在公布第1阶段最终排名与积分。
好的，各位，经过了第一阶段的这一个挑战，我们的排名终于出来了。那我们这边要请在排名13名之后的这个挑战者先出列。感谢这18位挑战者跟这18位老师，真的今天一整天真是辛苦你们了。那真的比较遗憾，可能这18位老师要先离开我们灵能的这个挑战。那也希望各位未来在灵能的领域也可以持续的发光发热。那待会呢，要请18位挑战者找我们的这个赛务荷官收取你们的钥匙，还有灵能带。今天真的第一阶段，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谢谢。大家可以依序找回，然后谢谢，谢谢。我本来是在稍微前面一点，但是被复活赛的，就是老师打败了，这样。我觉得比赛呢，运势也是实力的一环。好，因为本来对我来说，我就选择是对的嘛，后面不是我可以去控制的范围。我都觉得蛮遗憾的，就是在我这个反败为胜的时候，刚好就是会把一些人就不小心给挤出去了。因为对一个做老师的人来讲，有状元的学生，没有状元老师，那学生的成功才是老师的成功。在这个比赛之中，你的能力如果是比较全方位的，会比较吃香，这样就是你什么样的状况都可以应付。有点松一口气，因为第一关其实让我压力有点大。我们来这个活动，无论是老师们来这里，不是只是为了赢得比赛，来宾也不是只是为了成为考题，大家都有自己在这个环节里需要得到的讯息，所以我相信这是个缘分。不过这整个参赛的过程中，我觉察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想要赢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失去那个连结的那个纯真的那个本性，就会偏掉，反而就会输掉了。对。好，那接下来呢，要恭喜剩下的12位挑战者，你们经历过了第一阶段的这个挑战。那接下来呢，我们才正要开始第二阶段天地世界的考验。那我们接下来就第二阶段团体战见喽。它不是输赢的一件事情，就一切就是这么顺其自然的在发生的。我可以弃权吗？人性真可怕。我觉得不会很简单，就是你真的要有实力，没有实力，你连蒙都蒙不对。我会想办法赢你们的。老师，你完输你了。我期待在每一个关卡都能发挥我正常的实力。其实相处上，我觉得会比较没有压力。制作组实在是太狡猾了，所以我现在完全预测不到之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关卡在考验我们。那我们来聊一下第一阶段，我们看到老师挑战者的时候，白玉老师跟香宇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我其实比较外貌协会哦，拍摄男生印象最深刻的，你也是哈？一定是文哥吧？文哥，对啊，他那把剑，他很像白马王子哎。哦，对，我心疼北北。然后女生我印象最深刻是，我觉得她来错棚了。来错棚？对。哪一位？就是菲菲老师，太漂亮，身材超好。那天她穿的是那种废墟，她有事业线。废墟风类似豹纹那种。这很在意。我刚刚有听错吗？他没有讲到事业线，但你就直接讲。我们来这边只讲分数线。总之就我觉得是现代的老师跟以前我们的刻板印象不一样。以前就会像是穿一些汉服道袍这样出现，但现在老师又很开放又多元，把自己也照顾得很好。小雨老师，你有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就是諮商心理师嘛，然后我就是学院派出身，所以你信不信？我就是在这两个间跳来跳去啊，我就是来这边来接受这个灵能的挑战的洗礼，就他挑战我内心的那条线。可是那天到现场的时候，我就是我半信半疑的那个指针就慢慢又在往信的那个方向在移动这样。那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就是我都还是外貌协会，就是有一个紫色的头发的老师。那个对，因为就是他有一个就是《恶灵古堡》里面在 cos 萝莉风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
不过因为现在第一天那个挑战者来到这里嘛，然后呢，就有一些老师们就会说，第一天的挑战真的太难了啊，车子尤其是车子部分，对，而且尤其是那个邱老师有特别提，他说其实车子的顺序也会影响他们去决定要怎么，因为他的卜卦又是按照顺序在卜。对。不过老实讲，车子这关是最一开始就觉得，因为我在很早期就参与了跟制作组讨论的过程。那老实讲，这个节目就是借鉴了通灵之战嘛，俄罗斯的这个通灵之战。那里面很经典的环节就是车子。那个时候我们还想说要更狠一点，找撞死过人的啊，在里面自杀的啊，那最后找一个比较温和一点的。但是后来在这个过程，尤其是其实我们也是当天才意识到说，哇，其实台湾的算命老师或是灵能界的人，对于算物体这件事情似乎是很陌生的。我是命那一关嘛，对，更生人那一关。对，更生人，我觉得大家对于更生人还是有一些正确的想法，尤其是老师们的观念。我印象中是品轩老师讲的，他就说你看起来穿的是长袖，别人穿短袖，但是其实你脑海中感觉就是你的整个脸是凶悍的，气质也是凶悍的，但是你想要让自己改变。所以你才要穿长袖。那你虽然说整个气势很强，但是你是微笑的，状况是善良又积极的。所以我看到了你的改变，所以我选你，因为你有这个人生的落差。改变，你有那个改变。哭出来吧，讲这样子。真的，这让我想到就是尼采讲过的，你见过地狱的人才知道天堂什么样。所以。因为我听别人辗转，工作人员还是谁跟我说，有一个老师被那个更生人评价说，这个人是不是认识他？就是皇太后吗？还是？哦，我知道，又有了，是菲菲老师。菲菲老师把他的所有故事都讲得非常精准。严大哥结束的时候跟我讲说，因为我知道有些人认识我，因为我有被新闻采访啊，我自己也有演讲啊。当大家讲得越准的时候，他反而越觉得可能他看过这个采访。对，所以他说他有心理建设。我要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其他什么细节？反而要讲一些没有被采访过的，他才觉得可能是更准的。对，所以菲菲老师在这个阶段可能还是打上一个问号的。我觉得有时候这是所有老师或者甚至是心理咨商师都会遇到一个关卡，就是我今天如果 get 不到我们的个案的状况，个案会认为我跟你这样互相对谈、晤谈的距离很远，但我一次 get 到之后，我又会怀疑你。应该就是说，同理心其实是有层次的嘛。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可以同理到最深的层次，那我为什么不做？可是如果你才刚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你就同理他们最脆弱、最想要保护的情绪的时候，他反而会想要抵抗。我突然想到一个，我要抱怨。一开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想说每一个后车厢都可以打开来，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几台打不开，他就说干脆全部另外6台都锁起来。对，所以我要不断的重复 cue 老师说，老师那就是那一台，那前面都很认真讲解，那要不要去看看啊？我超像一个坏人啊，抱歉老师不是这一台。其实老师看起来比较冷静。我其实蛮慌张的，因为你要带领大家。我带领大家，然后我好希望他们讲对。反正我说一个结尾，第一天的结尾就是我回到化妆室的时候，只剩我一人。我独自承担第一天的所有。阿石，你有来吗？你有来，但没有拍到你的部分，因为你憋太久了。我拆完车子我就先回家。在看完浩平老师带来的灵能物品之后呢，心里还是有点毛毛的，但没有关系，我们继续介绍 Storyville 的招财小物来帮大家压压惊。这一款呢是大家每年都喜欢的小乌龟哦。那今年呢推出的是咬钱龟，它的寓意是在什么都涨的年代啊，陪伴大家5年的钱龟不但不会涨，而且呢要在蛇年大力的给它咬起来。咬钱龟的设计理念呢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随身放在皮夹啊，或者是包包内，只要出门就开始咬钱，或者放在做生意的计算机或存折里面也非常的合适。咬钱龟呢是守财钱龟的进阶版，背面呢是2025的字样跟正蓝宫的供应，希望大家可以蛇年在大甲妈祖保佑之下，财富四方来，纷纷咬钱来。最后呢，这一款是我最喜欢的旺财铃，那它的外观呢是用木板彩绘工艺做出庙门造型呈现的财门，让旺财铃挂在财门上。旺财铃呢正反面都有一个大大的财字，用元宝以及5帝钱来做图腾设计。那旁边的这一个财运锤也是相当的精致哦，镂空的设计能够让声音更加清脆响亮，用财运锤敲击旺财铃就会有清脆的黄铜声响，
它一指财灵一响，黄金万两。那这么精美的招财小物，非常适合摆在家中财位，或者是送开店啊、做生意的朋友。以上这些 Storyler 的联名商品呢，都有升级外部采特殊喷金沙工艺，所以再也不怕黄铜氧化或者难照顾了。今年的祈福小物，你准备好了吗？还没的朋友呢，也可以参考下方的资讯栏连结。也祝福大家今年都可以财运爆强，富贵吉祥。今天呢，我就是陪伴大家在这个客厅区里面好好的放松。那我这边想要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前2关经历了这些事情，有没有哪一些挑战者对你来说是很印象深刻的？都蛮印象深刻的。我们这个节目不想要听这种话。我听有很多人去选，好像是左边第3排，是不是？因为他就是一直有鬼坐在上面，然后所有人都往那个鬼那边看。哎呀，女的，而且穿学生制服坐后面，这是陷阱题。节目组真的有够机车。